大家好，我是微微庄主。今天呢，我们就聊在牛市如何选品种哈。那选好了品种，如何去交易？同样呢是在牛市，那么有人呢翻倍离场，有人一追就被套牢，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哈？其实呢，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懂得判断牛熊，更不懂得判断同一个时间呢不同的品种其实是处在牛市当中的不同的阶段。那么现在 A 股跟港股呢都在牛市的进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有的热门板块呢其实已经涨到了天花板，如果你进去风险是很高的。有的品种呢就是刚刚启动哈，那么机会才开始刚刚的展开。有的呢其实是依然还是在形成底部，底部还没有结束哈，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那么呢，关键问题就来了，如何判断一个品种目前正在处在牛市当中的哪一个阶段，哪一个位置哈？那么如何在不同的阶段采取正确的交易策略，这就最终决定了你的账户最后会不会赚钱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个价值100万的牛市策略。那么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在我聊正式的牛熊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就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就是我们对这个行情结构的一个基础知识的理解哈。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趋势线的角度。那我们会看到哈，比如说像这样的一条趋势线，这样的一条趋势线跟这样的一条趋势线，那么这两条趋势线它一旦被行情跌破之后，它代表的那个熊市的概率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条趋势线它跌破之后，只能够说明它上涨的这个斜率已经结束了，接下去的行情演绎可能就是这样，它依然上涨，可是它的角度更低，或者它开始做顶部的一个构成。而如果有一个趋势线，它的角度是横着的，是水平的，它能把整个行情的头部给你圈出来，那么这一条线一旦被跌破，它代表熊市的概率会更高。也就是说，趋势线的角度越小，它给你的指导意义就越大。好，这是在顶部，底部是一样的。当市场下跌之后，一旦向上突破了一个带斜度的这个趋势线之后，只能代表说快速下跌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说这一条线横着画出来，能够把整个底部给你圈出来一块，当它突破的时候，它牛市启动的概率就更高。也就是说，趋势线角度是平行的时候，当它突破的时候，它代表的牛市意义，牛市的概率就越大。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来看哈，这个是恒生科技指数走到目前哈，现在看，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熊市当中怎么样？这有一条趋势线，我们说它在这个它有多点，对吧？1个点、2个点、3个点、4个点、5个点，有5个点的一个趋势线，说明它是有效的，对吧？那么当它在被上行突破之后，只能说明怎么样？它快速下跌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它开始横着走，横着去运行它的底部，对吧？然后呢，当它的底部完成之后，上去之后，真正的牛市开始，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呢市场阶段的一个讲解哈。那我们说呢，在一轮牛熊的市场当中呢，一轮周期当中，不管什么品种哈，不管你是 A 股、港股还是黄金白银哈，商品任何，它一轮牛熊呢是分4个阶段，对吧？第一个阶段底部构成，第2个阶段快速上涨，第3个阶段是顶部的构成，第4个阶段快速下跌。那我们看看哈，如何判断这4个阶段？大家说，哎呀，那很简单啊，这我们也都知道，你一轮市场肯定有底部、顶部、中间，还有上行跟下行嘛，啊，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哈。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呢，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哈，是买卖的力量进入了平衡。那在这第一个阶段的后期呢，交易量你会看到交易量会逐渐的扩大哈，虽然说它的价格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底部啊，到后面这一块，它的交易量逐渐的扩大，但是它的价格还是处在这个横着的这个位置，对吧？如果呢，你
设置了均线，你会发现，这个均线是开始平坦，然后股票呢开始在均线这样摆动，上下方摆动，那么有很明确的支撑位跟阻力位。这整个过程呢，极少数的品种一个尖底完成，极少哈，大部分的要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我们看这个港股的这个底部就能够知道，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对吧？然后呢，第二阶段，在整个这个阶段2呢，也就是说它阶段1完成之后，它向上突破了它的阻力线。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2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说，怎么样？你要全程参与，你不是参与前半段，也不是参与后半段，不管你的投资风格是什么，你是左侧交易还是你是右侧交易，你都不希望错过第2段的任何一段行情，懂吗？这个时候你只有1-2个位置可以入场，第一个是刚突破的时候，第二个是突破回踩的时候。有的时候高热门的品种突破直接冲上去就没有回踩，所以你能够在第2阶段，如果你想入场，正确的机会也就在这边附近。如果它上涨你没有进去，没有来得及进去怎么办？稍微上涨一些没有关系，可是它一旦上涨到这样的位置，虽然后面还有机会，你都不要去参与了。这是在第2阶段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易的准则，就是你在交易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你最起码的准则。如果你不坚持这个准则，你的亏损的概率就会很高。所以我讲这一段要全程参与，不是前半段，也不是后半段，要全程参与。那如果没有参与进去怎么办？没关系，机会有很多，这不是我们能赚的钱，我们就不看它了，明白吗？那么呢，在这个向上突破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哈，我说我现在是情感博主了。那么在一段好的婚姻或者一段好的关系当中，怎么样？一定要有质量的相互陪伴。你2个人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你们的这个团队哈，一个家就是一个团队，对吧？才会走得快，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陪伴是什么呀？放在市场上，就是当你突破的时候，你要有成交量的陪伴，这个时候你才能走得远。为什么要有成交量的陪伴？说明你买方的那个力量比较大，它的行情可持续的可能性更高。但是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里写市场总是很棘手，没有简单的挣钱，没有很简单的，明白吗？都是往前走2步，后退1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不要心猿意马，再看别的品种，我再去追那个高位的品种，走得快的品种。这个时候要全程参与，我们刚才讲全程参与，不要担心哈。在第2阶段你是如何交易的，就决定着你整个的账户收益。那么到了第3阶段的时候呢，是怎么样？我们以前讲过周期不同的轮动，对吧？我们说先是信用周期走在前面，对吧？见底了，上去了，然后是市场，然后是基本面，然后是库存周期。市场在这里，当基本面见顶的时候怎么样？就是激动人心的新闻啊，到处都在讲市场有多么多么多么好，对吧？不管是行业也好，还是股票也好，还是个股也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周期线开始走平，交易量放大，在顶部的这个位置，对不对？为什么？专业的投资者把手里的筹码给了韭菜。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控制好情绪，保持理智，然后启动顶部策略。顶部策略呢，就是你跌破前低，这是前低吧，往后跌破了，很简单。顶部策略其实蛮多的哈，交易方法蛮多的，我在直播当中有讲，但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其实你就记住一个简单的，跌破前低就出来，启动顶部策略。那么其实呢，这里有个 challenge， 有个挑战，就是你阶段2跟阶段3怎么去分配，怎么去分辨。好，一会儿我再讲这个事情。那我们讲呢，说就最后到了阶段4哈。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4下来之后呢，就不需要有交易量的陪伴哈。那我在直播当中举了很好玩的例子，我说这2个人啊，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能够把日子过好，其实吧，都需要双方努力的去经营。可是你2个人要不想往好的一起去过，那很容易
你随随便便做错一件事情，这个家就散了，队伍就散了。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市场跌破这个支撑，不需要交易量的陪伴，就是万有引力这个自重就往下掉。这就是1、2、3、4的4个阶段。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行业的图，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处于什么阶段呀？昨天我在直播，很多朋友很好，马上就说出这是处于第2阶段，怎么样？这已经突破了，是不是底部？其实这里是底部，然后这里是伴随着交易量哈，然后现在就是第2阶段正在往上走，还没有走完。这个是哪个行业？你们猜一下哈，猜出来可以放在评论区。那么这个品种呢，处在什么阶段呢？这处在第4阶段，或者是第1阶段，还没有看出来任何的往上走的痕迹。对，你们猜这是什么品种？可以写在评论区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那怎么去判断？比如说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样子，你怎么能判断它现在是第2还是第3呢？怎么能判断它已经到了顶部，需要去启动顶部策略呢？组团的朋友们，或者是经常看我内容的朋友们，其实这个挺简单的。如果是整体市场的话，你就看我的周期位置，因为我周期位置这个模型里面包含了基本面，包含了交易数据。好，这是最容易去判断。但如果说你说我想自己也去判断，那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套利 K 线，那跟我时间长的朋友都知道了什么是套利 K 线。套利 K 线其实计算起来是很简单的，就是2个指数或者是一个股票一个指数相除，做除法，不要做减法。减法只在少数的几个时间，就是几个特殊情况才会有用。做除法，那有几种套利 K 线啊？当你选行业的时候，你可以用行业跟总体市场去相比，它也会给你展现出来一个4阶段。刚才我们讲的那个4周期阶段，股票可以跟行业指数做套利 K 线，做除法。这个除法做完之后，它往上走，说明怎么样？这个股票跑赢了行业指数；往下走，说明跑输了啊。然后2个品种之间，比如说股票跟股票之间，品种 A 跟品种 B， 但这种我做的比较少。我直接是用股票跟行业指数，基本上已经可以判断出来了。套利 K 线也可以用4周期阶段去判断，这个工具可以在行情本身上去判断，也可以在套利 K 线上去判断哈。我们来看刚才那个例子，这个例子呢，这个橘黄色的线是套利 K 线，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怎么样，破底翻形成之后，现在正在底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如果上冲过去，也就是说第2阶段产生了。如果它本身的行情处在第2阶段，它套利 K 线也刚刚进入快速上涨的第2阶段，会发现什么？它会大幅的跑赢市场，对不对？好了，那么刚才这个呢，套利 K 线是粉红色的这条线哈，会看到怎么样？它还在第4阶段，还没有产生第1阶段，说明它想大幅度的跑赢市场，应该是还要等一段时间，可能很长时间，1年以上。这就告诉我们，当你理解了顶部底部的结构之后，当你理解了市场周期的4个阶段之后，你再去看它的行情，用它的套利 K 线去做，你就知道怎么去选品种了。那大家说，你这属于技术分析啊，还是基本面分析啊？我这个既不完全属于技术分析，也不完全属于基本面分析，是综合来看的。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什么，你终究都要在市场的价格上体现出来。你基本面好，是不是市场要上涨？所以呢，当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是一些价格特征，它可以让你读懂市场的语言。我昨天在我的直播当中呢，那场直播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啊。我昨天的题目就是价值100万的牛市交易策略哈，里面我还会讲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品种呢就是处在顶部了，如何去判断出来的，对吧？然后这个品种呢怎么样，是底部，是不是？而且刚刚突破，它可能会快速的表现。然后如何判断它目前处于第2阶段还是第3阶段？除了周期位置这个方法以外，还可以看什么？其他的东西，这里东西就太多了，我一个短视频讲不完哈，大家可以去看看我那一场直播，然后还有一些选品种上的一些交易的技巧。那么
大家可以看看这两个行情，这两个我举的例子啊，然后把你觉得它是什么品种发在评论区跟我互动，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